这部电影堪称惊悚版《丑门的世界》，剧情反转再反转，不看到最后根本猜不出真相。女主文文是个富家太太，每天除了逛街购物，就是等老公下班。老公启诺是家研究所的科研人员，两人虽然没有孩子，但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直到有一天，一系列突如其来的诡异事件打破了他们安逸舒适的生活。这晚，启诺带文文参加自己的同学会，期间，启诺跟同学聊起了他们大学老师卢博士。文文开心之下喝了很多酒，有些昏昏欲睡。在迷糊中，似乎听到卢博士也来参加同学会，所有人都去跟卢博士打招呼。文文看到卢博士拄着一只精致的羊头拐杖，然后沉沉睡去。等他醒来，同学会已经结束，人也走得差不多。文文问启诺，卢博士是不是来过？启诺却说卢博士还在国外，怎么会来这？肯定是文文睡着做的梦。两人在回去的路上各怀心事，突然窜出一辆摩托车，吓得启诺猛打方向盘，文文也被吓得从梦中惊醒。等他醒来已经10天之后，恐怖诡异的事也接踵而至。首先是家里的佣人善姐不见了，但他并没有多想，还是跟往常一样去商场购物。就在他刷卡结账时，收银员却说他的签名和卡上的签名不符。文文这才注意到卡上的签名竟然是启诺的同学兼助手费安娜的。此时的文文依然没有多想，以为只是自己拿错了。离开商场后，他来到经常做义工的养老院。诡异的是，这里的人都说不认识他，就连院长也说不认识文文。我是文文，邓启诺的太太啊。我们这里是有个叫文文的义工，但他今天请假了，请你别胡乱冒认。要是你再这样，我叫保安请你走。几天前，启诺担心文文一个人在家无聊，特地带他拜托当院长的朋友，让文文在这当义工。现在院长竟然说不认识自己，文文无奈，只能离开养老院，去把这件离奇的事告诉启诺。他来到研究所，谁知前台小姐也语出惊人：“喂，邓先生，费安娜来找你。”“喂，你叫什么？”算。然而更恐怖的是，就连朝夕相处的启诺也称呼她为费安娜，还责问她今天为什么上班迟到。文文感觉自己像撞邪了。就在这时，启诺接了个电话，言语中充满了宠溺。文文以为他有外遇，质问启诺对方是谁，启诺却说是他老婆文文。文文彻底坐不住了，认定启诺有了别的女人，故意演戏耍自己，一气之下给了他一耳光，愤然离开了研究所。他查看手机里的通讯录，发现全是陌生号码，所有的银行卡上都是费安娜的名字，就连身份证也是。文文彻底崩溃，把包扔到车外。洪金宝的儿子一直盯着背包，步步靠近。等文文反应过来，想要拿回背包时，背包已经被洪金宝儿子抢走。无处可去的文文只能回家，在门口遇到了善姐，善姐也说文文是费安娜。文文不信邪，直接冲进屋内向启诺问个清楚。结果看到启诺正在跟费安娜看电视，忍无可忍的文文又跟启诺吵了起来。启诺一再强调他身边的费安娜才是他的妻子文文，并问文文是不是病了，等明天带他去看医生。为了证明自己就是文文，文文冲进卧室翻找属于他的东西，结果什么也没找到。费安娜以女主人的身份将文文赶出家门，近乎崩溃的文文只能在大街上闲逛，看到一辆车朝他驶来，他张开双手等待被车撞死，结果驶来的是2辆并驾齐驱的摩托车。无助的文文只能在大街上睡了一晚。第二天醒来，他四处找熟人证明自己的身份，可他是个孤儿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跟启诺结婚后就融入了启诺的圈子，根本没有自己的社交活动，自然没有熟人能证明他的身份。他只好去找看过的心理医生碰碰运气，结果也是大失所望。赵医生，哎，飞子，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文文去以前的孤儿院求证，附近的居民却告诉他，孤儿院在2年前就因经济困难关闭了，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。文文精神恍惚地走在大街上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。再次燃起了文文的希望。她是文文前男友的妹妹，一直在追查哥哥死亡的真相。她始终不相信哥哥会跳楼自杀，因为她一直很乐观，同时还向文文透露了一段隐情。当年他们在交往的时候，有人殴打哥哥，威胁他离开文文。她怀疑哥哥的死跟这些人有关，可文文对此一无所知。她说出了这几天遭遇的恐怖又离奇的经历。启诺同学聚会那天，也是她和启诺结婚7周年。当时她非常开心，多喝了点酒，迷迷糊糊中看到卢博士也来到现场。他拄着一个精致的羊头拐杖，可他实在太困，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没看清卢博士的样子。等他醒来问启诺，卢博士是不是也来了？启诺却神色古怪，说卢博士在国外，怎么会来这？可在回去的路上，启诺似乎心事重重，差点发生了车祸。到家后，启诺翻着一本汽车杂志，说他给文文订了一辆红色跑车当做礼物。当晚半夜，文文被一阵仓促的电话铃声吵醒，他下楼接听电话，对方却一言不发。睡意全无的文文拿出白天买的唱片，放进播放机里看了起来。可看着看着，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老头，他似乎很了解文文，对他说了些奇怪的话。也许你现在觉得自己浸淫在最幸福的世界中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人生的命运始终会终结。你幸福的极点，是你从回忆童年最不开心的时候开始。
你将要面临的终点，在你觉得十分幸福的时候就会终结。你老公会有第二个女人，你将会失去你的一切，包括你的身份。文文听了不知所措，把唱片藏了起来。第二天，费安娜来找启诺，而他开的车正是启诺订的那辆跑车。费安娜把启诺叫到一边，窃窃私语说了什么，然后启诺就告诉文文说研究所有急事，就跟费安娜走了。文文怀疑他们的关系不一般，于是一路跟踪两人，结果发现他们去了商场。文文想跟上去看个究竟，却被维修人员告知电梯坏了，正在维修。文文无奈只好乘直升电梯。不巧的是，正在拉货的工作人员将货撒了一地，又阻碍了文文。文文只好爬楼梯，结果又被锁上的安全通道的门拦住去路。文文无奈只好作罢。晚上他回到家，想着白天发生的事，突然停电。文文大喊善姐，结果无人回应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，文文接通电话，对方还是没人说话。此时灯光突然亮起，电视也自动打开，又播放神秘老头的录像。可他明明记得把唱片藏了起来，吓得他惊慌失措，结果滚下楼梯摔晕了过去。等文文醒来，发现启诺和善姐在照顾他。文文问善姐，刚才停电你在哪？善姐却说刚才根本没停电，她一直在房间看电视，也没听到文文喊自己。启诺认为他最近精神不好，一切都是他做的噩梦。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，文文打开 DV 机拿出唱片，诡异的是那张唱片却不翼而飞。妹妹问文文为什么不直接问启诺他跟费安娜去商场干嘛。文文说他不想让启诺知道自己跟踪他。第二天，启诺介绍文文去看了当心理医生的朋友。文文说起了在孤儿院的经历，他18岁离开孤儿院，19岁认识了启诺，他对自己很好，不过他当时已经有了男朋友。心理医生想问得更深入一点，文文借口要去养老院当义工，先行离开。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觉醒来，所有人都说他是费安娜，而费安娜变成了自己，只有妹妹认出他是文文。妹妹怀疑整件事是有人在搞鬼。如果你说的全是真的，我会当整件事是有人在搞鬼，而搞鬼的人早已经在你的身边部署一体。不会的，我老公不会这么做的。我没说是你老公，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说你老公呢？我可以认得你是文文，就是说还会有人能认得你是文文了。可文文想了想，自从他跟启诺结婚后，就很少跟自己的朋友联系，几乎没什么社交，就连银行也不去，一切都是启诺帮他处理好。他现在认识的朋友全都是启诺的朋友。妹妹认为文文所遭遇的怪事可能跟哥哥的死有关，她打算抽根烟冷静一下。服务员过来告诉她这里不能抽烟，妹妹只好跑到外面去抽。她边抽烟边跟谁通话。坐在店里的文文发现桌上明明摆着烟灰缸，怎么会禁止吸烟呢？文文觉得不对劲，看到妹妹似乎在跟服务员打电话，服务员还时不时看向文文。文文怀疑他们在给自己下套，在妹妹回来之际匆忙逃了出去。妹妹见状赶紧去追，结果刚追到马路上，等文文醒来，已经躺在医院。医生说她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不过妹妹抢救无效死亡。文文溜出医院找到启诺，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他。启诺突然愣住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不顾文文的挽留离他而去。可他的眼神里流露除了不舍和愧疚，还对文文说了句我爱你。启诺刚把车开到马路上，就被2辆大货车夹击。目睹了这一切的文文彻底崩溃，终于变得疯疯癫癫。他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文文还是费安娜，而所有的一切都用偷拍的方式记录了下来。在研究所的大会上，他们播放文文崩溃到发疯的录像。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卢博士精心设计的实验。我们大致上有个结论，就是多数人认为是事实的，它就是事实。无论那样东西本来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想推翻大部分人认为是真的假象，等于灯蛾扑火。不认同大家所认同的事实的人，绝对没有好下场。在这里，我可以宣布，我这个计划到此为止，因为我正在策划第2个计划。我的研究对象是实验品的下一代。卢博士还想用文文肚子里的孩子当做下一代实验品。文文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卢博士请来的演员，启诺自然也是其中一员。他跟文文朝夕相处这么多年，早就对他产生了感情。看着疯疯癫癫的文文，他心如刀绞，愧疚不已，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代实验品，当场宣布退出实验。他找到文文，将真相和盘托出。从他们相遇到现在，一切都是卢博士的精心策划。早在孤儿院，卢博士就选中了文文做研究的对象。他们花了很多时间、人力、物力去控制缩小文文的社交圈子。前男友的死其实是卢博士的安排，妹妹的突然出现差点破坏了他们的实验，所以也安排车祸将他撞死。可已经疯癫的文文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只希望启诺像鸟一样陪他自由飞翔。启诺答应了，带他来到天台。
文文却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又回到同学聚会上。他又问启诺卢博士有没有来，启诺依然说卢博士在国外，肯定是文文喝多了做的梦。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，各怀心事，导致启诺发生了车祸，吓得文文再次从梦中惊醒。文文看向身边，竟然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他又大叫着惊醒，难道是梦中梦？或许在他跳楼的瞬间，内心在渴望，这要是一场梦该多好。又或许是文文又被实验人员弄晕，再把他抬回床上，让他以为一切只是一场梦，好继续研究实验品的下一代。要真是这样，这种实验也太恶毒了吧。电影惊心动魄便到此结束。